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李沁的鬆弛感到底打了多少緊繃女明星的臉？從仙女感到視覺符號的氣質規則，有些美是看見就知道很貴，像珠寶櫥窗裡打了頂光的展品，完美到每一寸都無可挑剔。而另一些美是看見就想呼吸，像你在擁擠的城市裡突然遇到一陣風，輕輕從頸側拂過，連心跳都放慢半拍。李沁最近那組新圖就是後一種，簡單的盤發及纍碎髮沒有刻意壓平，微微側頭，笑容不使勁，她不靠把所有細節都控制住來制造驚豔，反而像一種從容的謝麗。她不是在對鏡頭宣告我很美，她只是在這裡，而美自然流出。你說你刷到那組圖時整個人像舒了一口氣，這個感受很準確，因為那張臉上的狀態不再是一場對抗，不再是緊繃的審判，而是一種允許，允許自己不去證明。但問題也恰恰在這裡，在如今紅毯與映照幾乎變成精緻軍備競賽的語境裡，為什麼李沁這種看起來像偷懶的狀態反而更致命？她的仙女感到底是什麼規則在運作？又為什麼她能美而不俗，甚至在爭議和拉扯裡仍能成為一種穩定的視覺符號？這篇視頻想做的就是把這種鬆弛的仙女感拆開，從時尚語言到氣質結構，從鏡頭邏輯到輿論心理，再到它在當下審美體系裡的文化意義。當精緻變成軍備競賽，緊繃是如何佔領女明星的？我們先承認一個現實，當下娛樂產業的視覺競爭已經從漂亮升級到無死角正確。紅毯要穩贏，就意味着每一次出場都被當作一次可量化的戰績，要有話題，要有記憶點，要有出圈圖，要有對比。於是精緻被無限加碼，髮絲要順，肌膚要亮，輪廓要立，禮服要能上熱搜，妝容要可複製成教程。這套機制的底層邏輯是把人變成可評估的視覺產品。它當然能制造即時的經驗，但經驗常常建立在一種緊張感之上。我必須比別人更精確、更滿、更重、更完美。一旦你開始用必須贏的態度面對鏡頭，你的身體語言會先洩露，肩頸不自覺上提，笑容像拉開的弓弦，眼神帶着別拍到缺點的防守。所以我們經常看到這樣的現象，某些女明星每次出現都非常漂亮，但你很難記住她是誰。你記得的是造型，是禮服，是妝髮，是某個被轉發的名場面，而不是那個人的呼吸。這就像你提到的那條 L 的海浪星空裙，美得驚心動魄，像把星空和海浪穿在身上。可看久了，你會記住裙子的敘事，卻容易忘了穿裙子的人。那種美更像展品，完美但冷，精緻但不親近。緊繃的本質不是努力，而是努力被看見。它是一種持續自證，我不能鬆，不能亂，不能輸。可偏偏審美有一種反諷，越想贏得漂亮，越容易顯得用力，越想精緻到極致，越容易讓人疲憊。而李沁的可貴之處在於她能在這個精緻競賽的框架裡保留一種不自證的余地。仙女感的第一條規則：輕而不是薄。很多人把仙女感理解成白、瘦、柔、飄，但那只是表面。真正的仙女感不是薄，而是輕。薄是脆弱，是無支撐；輕是有力量但不壓迫，是能拖住氣場又不奪人呼吸。李沁的輕來自3個層面：視覺輕，不堆疊，不硬凹，不滿格輸出。她很少把所有顯貴元素同時上身，誇張廓形加重工刺繡加強烈珠寶加高飽和妝容加強烈髮型，這套滿漢全席在她身上並不常見。她更多選擇留白，讓一個重點成為重點，其他退後。這是高級的節制。情緒輕，不攻擊，
不挑釁，不壓你。很多所謂豔光四射，本質是一種攻擊性，用強烈對比、鋒利輪廓、強勢眼神製造壓迫感。李沁的美更像讓你靠近，她的笑是開合自然的，眼神有水汽但不黏膩，像霧裡透光，不搶你氧氣。動作輕，身體語言的放鬆度。仙女感最怕姿態用力，真正的輕是肩頸落下來，呼吸沉下去，手部動作沒有表演痕跡。你說她微微側頭隨意撇頭的瞬間戳心，就是因為動作邏輯不是為了好看而擺，而是好看剛好發生。這也是為什麼她那組隨意盤發的圖會贏，她不是把你逼進你看我多完美的秀場，而是把你拉進一個柔軟的午後。你不是被征服，而是被安撫。3. 仙女感的第2條規則，原生感不是素顏，而是可信。你提到她素顏機場的樣子，皮膚緊緻，眼神清亮，真實狀態比任何妝容更有說服力。這裡有個關鍵點，觀眾真正迷戀的並不是素顏，而是可信。在被濾鏡、醫美、修圖包圍的時代，觀眾對完美反而警惕，太無瑕就像假人，太精確就像工業品。於是原生感變成一種稀缺資源，它帶來的是信任。我相信這張臉在現實裡也成立。而李沁的原生感主要體現在2點：妝容策略，但不是目的，保留特徵才是目的。她常用較清透的底妝，不把臉做成統一的奶油皮模板，更像是讓皮膚是皮膚。眼妝也常常不追求大開大合的銳利，而是突出原生眼睛的靈氣，眼神有光，但不是沙。這會顯年輕，因為年輕感的核心不是幼態，而是沒有被刻意雕琢過的呼吸感。五官敘事，她的美更接近輕而不是豔。輕不是寡淡，是乾淨的結構感，眉眼的距離、輪廓的線條、神情的溫度形成一致。豔則容易走向刺激，但刺激需要不斷加碼才能維持。輕則相反，它是可持續的美，你看久了不會累，反而更容易越看越順。所以它美而不俗的原因之一，是它不靠刺激閾值來取勝。它的漂亮不需要你被迫承認，而是讓你心甘情願停留。4. 仙女感的第3條規則，能駕馭華麗，也能擁抱日常。真正高級的氣質，不是只能在一種場域裡成立，而是能跨場域遷移，能在紅毯裡壓得住，也能在日常裡站得穩，能穿得起海浪星空，也能盤個頭髮就把午後過得很動人。你提到她穿霧霾藍裙子切蛋糕那一次，慢慢的，安安靜靜的，空氣都變溫柔。這個畫面裡最重要的不是裙子，而是節奏。她沒有把在場變成表演，她只是在做一件事，切蛋糕。可恰恰因為她不急着輸出我在營業，所以你感到她像生活裡的人，而不是宣傳物料裡的角色。這是一種罕見的能力，在鏡頭前保持生活感。很多明星的問題不在於不美，而在於生活感斷裂。紅毯是一種臉，機場是一種臉，日常又是一種臉，所有狀態都像是切換皮膚。李沁的可遷移性更強，她不需要在每一個場域裡變成另一個人，她只是在不同场合調節濃淡。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她的鬆弛感讓人信服。鬆弛不是放棄管理，而是管理不露痕跡。5. 專家視角，為什麼她漂亮卻不粗俗？美學裡的分寸感。如果我們借用形象顧問、時尚評論裡常見的審美框架來看，李沁的優勢可以歸結為3個分寸：比例分寸，不過度強調性徵，不把女性魅力簡化為性感。足常常來自單一敘事，只剩胸腰腿，只剩曲線，只剩挑逗。李沁即便穿貼身或露膚，也更偏向線條美而不是挑釁。她展現身體，但不拿身體當武器。材質分寸，她的華麗多來自材質與光澤，而不是堆砌符號。粗俗的華麗往往是符號堆疊，
大 logo、大亮片、大鑽石，大到要喊出來。高級的華麗則是你不說我也知道貴，靠材質質地、剪裁結構、光線流動來呈現。它許多出圈造型就是這種光澤敘事，看起來像水、像霧、像月光，不是像金條。情緒分寸，有親和但不討好，有距離但不冰冷。他的鏡頭表情很少出現我要贏的攻擊性，也很少出現我很乖請喜歡我的討好感。這種介於兩者之間的穩定，恰好是美而不俗的關鍵。你能感到他知道自己漂亮，但他不拿這個來壓你，也不拿這個來求你。所謂仙女感，本質不是飄，而是分寸感帶來的輕盈。輕盈不是沒重量，而是重量被藏進骨架裡。6. 爭議從哪裡來？拆解網友的兩極評價。李沁的鬆弛仙女感並不是所有人都會無條件買賬。你會在評論區看到很典型的兩極支持者，他像終於不用緊繃的人。這類人通常會用舒服、溫柔、清透、不油膩，看着就想呼吸來形容他。背後反映的是一種大眾情緒，我們已經看厭了完美人偶，看厭了每次出現都像要打仗的精緻。人們開始渴望可進入的美，而不是需要仰望的美。質疑者，他是不是太淡不夠炸沒記憶點？這類評價也常見，有人覺得他美但不夠狠，不夠豔壓，不夠出圈式衝擊。這其實是被平台機制訓練出來的審美習慣。短視頻時代要求3秒內抓住你，於是強刺激更容易贏得即時注意，清淡反而需要你多停留幾秒才能感受到。換句話說，質疑並不一定針對他本人，而是信息時代對注意力的苛刻。人們習慣了高糖高鹽高油的味覺，就會覺得清湯寡水沒勁。但清淡不是無味，是需要更細的感受力。更尖銳的反對，所謂鬆弛是不是營銷？是不是人設？這類聲音往往更敏感。在明星形象高度包裝的今天，鬆弛感也可能被工業化生產，被當作新一輪審美賣點。質疑合理，因為行業確實會複製流行概念。但判斷是不是營銷，關鍵不在於團隊有沒有推，而在於它是否可持續，是否跨場合一致，是否與身體語言相符。如果一個人只有精修圖裡鬆弛，鏡頭外卻處處緊繃，那是概念。如果他在紅毯、硬照、生活照、採訪鏡頭裡都能維持相似的呼吸節奏，那更接近氣質，而氣質是裝不久的。還有一種隱藏爭議，鬆弛會不會變成新的審美壓迫？很重要的一點，當鬆弛感成為流行，它也可能反過來成為新標準，仿佛你不鬆弛就輸了。於是有人會焦慮，我怎麼才能鬆弛？而越想鬆弛越緊繃。這正是你原文裡最鋒利的一句話。我們總被教育要時刻準備着，要完美無瑕。但真正的魅力來自我知道我很好，所以我不用時刻證明。李沁帶來的啟發不應該是你也得像他一樣鬆弛，而是你可以允許自己不在每一秒都處於戰鬥姿態。7. 它的文化意義，一種溫柔的視覺符號如何成立？在今天的視覺文化裡，女明星常見的符號路徑大致有幾種：強勢型、鋒利、冷感、女王、壓迫性美；甜酷型，可愛與攻擊並存，像糖衣裡藏刀；性感型，身體敘事占主導，強調慾望張力；氛圍型，弱衝擊，重情緒，像一段影像詩。李沁更接近氛圍型裡非常稀缺的一支，溫柔但不軟弱，清淡但不寡淡。它的符號意義在於，在一個以強刺激為主導的注意力戰場，它提供了另一種觀看方式，不靠壓迫和挑釁，也能讓人停下來。這種視覺符號的文化價值，至少體現在3層：對女性形象單一化的鬆動，當美被不斷推向同一個方向，更瘦、更白、更鋒利、更強勢、更完美，
李沁式的鬆弛提醒我們，美不必總是贏，美也可以是活着，是呼吸，是不急於證明。對公眾疲憊感的療癒。你說你看到他像舒了一口氣，這不是個人體驗，而是一種群體心理。我們都在被要求更快、更強、更滿格輸出。一個看起來不用力的人，會被投射為精神氧氣。他不是在救贖誰，但他提供了一個出口。原來我可以不用一直繃着。對精緻工業的反諷與修正。當精緻被工業化到極致，反而會失去人味。李沁的價值在於，它讓人味重新變得可貴。碎髮、淡妝、慢動作、柔和眼神，這些看似偷懶的細節，在過度包裝的時代，反而是一種對工業美學的反擊。8. 結尾，卸下盔甲，才是真正的武裝。所以，李沁的鬆弛感到底打了多少緊繃女明星的臉？這句話當然帶着情緒，但也點中了一個現實。在當下的審美機制裡，緊繃常常被誤認為專業，過度控制被誤認為高級，持續自證被誤認為野心。可李沁用一種近乎安靜的方式告訴大家，高級不一定要咄咄逼人，漂亮也不需要不斷證明。她可以穿上那條海浪星空的華麗，把自己變成神話，也可以隨手盤起頭髮，在午後的光裡微微側頭，把自己還給生活。她並沒有拒絕精緻，她只是拒絕被精緻綁架。而我們真正被擊中的，或許不是她有多美，而是她在鏡頭前所呈現的那種態度。我知道我很好，所以我可以慢一點。我不需要時刻準備着，因為我不是來打仗的。我可以卸下盔甲，因為真正的武裝是從容。這才是仙女感的核心，不是飄在天上，而是落在地上仍然輕盈。